全球目光紧盯瑞典、芬兰，普京警告别这样做，中国发言人也亮明立场。长期以来，瑞典和芬兰这两个国家在国际关系上就保持着所谓的中立，但随着俄乌冲突的爆发，他们的中立原则就被打破了。当他们宣布要加入北约以后，全球的目光都开始紧盯瑞典和芬兰。在各方博弈下，这件事终于尘埃落定。日前，瑞典首相马格达莱纳·安德森向媒体证实，瑞典和芬兰同土耳其签署了一份三方协定。在该协定的要求下，土耳其将同意瑞典和芬兰成为北约成员国。就地理位置而言，瑞典和芬兰的加入将使俄罗斯在西北方向的门洞大开。届时，北约在芬兰和瑞典的驻军对俄罗斯北部舰队的威胁不可谓不大。一旦双方就此僵持住，那北约必然会步步为营，对俄罗斯的生存空间造成更大的压力。为此，普京直接发声警告芬兰和瑞典，告诫他们别这样做，不然俄罗斯将以牙还牙。如果北约在芬兰和瑞典部署军队和基础设施，那俄罗斯将不得不做出对等反制。显然，虽然同意瑞典和芬兰加入北约，但俄罗斯对这一行为并不满意，可又没有什么办法。毕竟，尽管这两个北欧国家一直保持着所谓的中立，可他们同北约的联系那一点也没少。那既然如此，对于已成定局的事情，普京倒不如卖个人情，这样也不至于把关系闹得太僵。当然，如果北约届时要在瑞典和芬兰部署军事基地，那性质就不一样了。他们真的要建军事基地的话，那后续的代价恐怕得不偿失。另外，值得一提的是，眼看局势越来越紧张，中国发言人对此事亮明了立场。在中方看来，北约是冷战时期的产物，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军事组织。它长久以来坚持着传统的安全理念，已经成为各国保持其统治地位的工具。所以现在要做的就是放弃冷战思维，放弃零和游戏，放弃搅乱整个世界的想法。但显然，中国的立场不会被北约当回事，或者说不会被美国当回事。毕竟，对于美国而言，他们需要北约这么一个组织同俄罗斯一较高下。如果是亲自上场的话，那这将为中国带来巨大的机遇。美俄这两个大国一旦开战了，那中国势必会一劳永逸地完成统一。对此，美国也是担心中国会这么做，所以美国一直不敢和俄罗斯硬碰硬，只能用炮灰来对付俄罗斯。在瑞典和芬兰做出加入北约的决定以后，这也就使得俄乌冲突未来的走向还要观察一段时间才能清楚。目前唯一可以确定的是，美国一定不会亲自下场，他们正在努力避免和俄罗斯发生直接的冲突。为此，可以预见的是，美国会继续投入大量的金钱与物资去帮助乌克兰，但是拜登也会把握住其中的尺度，避免局势失控，使得美俄不得不对阵沙场。